现在打开电源，我们看到没有出油，而且压力很大。我们看到这压力已经到7.5几了。我们看到没出油，加油，没出油。看这个地方，好，如果引擎发动啊，汽油泵补一供电，它这里应该要1分钟要流回差不多2公升左右的。那刚刚我们用这颗的时候，原色覆过的这颗它是不出油的。那我们现在大哥来供电看看，好，引擎发动，我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量很大的，好，加油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出油了，加油，出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，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6缸分油盘从台北来的 W124 300CE 24V 的6缸分油盘。我们看到它的标签是蓝色的啊，跟名牌是蓝色的，它跟我们一般 M103 引擎的名牌是颜色是不一样的。那这部车是坐专车来到台北找张大哥。那这个车主他也很纳闷啊，本来引擎是可以发动的，但是为什么现在发不动？那我们来找为什么这部车没办法发动，必须要坐专车来找张大哥。首先我们了解汽油泵补的进流是从这里进来，然后经过分油盘，然后从这个地方流回去，流出去的所谓回流量流回油箱，这地方要流回油箱，就这个地方要流回油箱，1分钟应该要在2公升以上，也就是说1分钟就把可乐的大的可乐瓶就填满了，所以这量是很大的。那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循环，我们维持分油盘它的恒定的流量。那这个压力呢，是由我们这个制造油压调整器来产生它恒定的压力。怎么讲呢？因为汽油泵补打过来的压力大概是在8公斤左右，8公斤的概念差不多是将近4个到5个气轮胎的压力。好，那8公斤的油量打过来以后，到这里说它应该直接流回去了。如果那流回去的话，如果就像我们这里面没有阻力的时候，那它就是几乎等于没有压力。OK， 那油压调整器的功能就是让它产生压力。怎么讲？我们可以想象说，假如说它流出来的是压力是4到5个轮胎的压力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如果这边用手指头把它捏紧的话，那这里面压力就会产生了，那水管就会膨起来。OK，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松紧度来决定它产生压力的大小。我们捏得越紧，它压力就越大。OK， 那油压调整器就是来产生阻力，使得它不容易流出去。不容易流出去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压力了，因为它流出来的量比较少。那它1分钟控制在2公升左右。那因为整个这个流程，因为它产生的阻力，那它为什么可以产生阻力呢？它结构是里面是一个活塞，后面顶了弹簧。那我们汽油必须要冲过活塞才能够流回油箱。那因为它活塞后面顶着弹簧，我们必须要冲过这个活塞，让油才能流出去。也就因为这样子，就好像我们手指头捏紧捏松产生压力。OK， 那今天呢，它故障了，大哥已经把它拔掉了哈。我们等下来看看，当我们引擎运转一产生电的时候，汽油泵一打的时候，它这里没有油流不出来，没有油流出来，所以说
这里呢压力就过高，会达到8公斤左右。那当然不可能到8公斤，打出来8公斤，损耗可能是7点多，造成它没有回流，使得它压力过高。那这里这样不出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下游压力都太高了，没有压力差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到底是不是大哥所讲的这样子的状况 ？OK， 我们来看到。这个表头这表头是上游式的压力，这个表头是下游式的压力。OK， 好，下游式的压力。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表头的压力会达到7点多，那油没有流出来，那问题在哪里呢？它活塞卡住了，那为什么会卡住了？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车子太久没有发动，造成它活塞卡死了。活塞一卡死之后呢，整个车子不出油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它没办法出油。引擎发动，它没办法，这辆没办法出油。没办法出油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引擎一运转，高速运转的时候，它会往下吸，这辆就要出油。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它完全不出油，造成这部车没有办法发动，必须来找张大哥的这个原因。OK， 好，大哥现在打开电源，我们看到没有出油，而且压力很大。我们看到这压力已经到7.5几了，7.4几了。好，然后大哥加油，我们看到没出油，加油，没出油。OK， 这个现象就是这颗分油盘不出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卡住了。那它卡住了，油没解，无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卡死在里头，因为太久没有运作，所以大哥建议我们车子一定要常常运作，也就1个礼拜一定至少发动1次，最好常常开。那今天还有个重点。我们看这边有2个油压调整器，这个油压调整器是编号是0438161013，这个油压调整器是0438161001 ，OK， 一个是013，一个是001。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？013就是我们24V 引擎用的这个蓝标的分油盘用的。那它的跟001有什么不一样？013它的应该讲说它的回流量比较少一点，那它阻力比较大，使得它产生的压力比较高，大概系统压力大概在6.6啊，绝对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7.5几 ，OK， 是6.6。那001的呢是差不多5.6公斤，5点产生分油盘的上游式压力才5.6公斤，5.6跟6.6差了1公斤，轮胎压力大概是1.3公斤左右。好了，那因为它阻力比较大，它应该讲它的弹簧的阻力比较粗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它不容易把油冲出来，阻力产生比较大，压力产生比较高。这里也就是说，我们好像橡皮水龙头橡皮管，我们捏的比较紧一点，它这里面的压力就比较高。这个捏的比较没有那么紧，所以它压力流的量比较多，产生压力比较小一点。这边捏的比较多一点，产生压力比较大。那6.6公斤，5.6公斤啊。结果它回流量也稍微小一点点啊，但是也会在2公升左右。那这个如果标准的话，应该是2.6到1分钟流出去，应该2.6到3公升左右。OK， 那因为今天问题又来了，这个001的是 M103 12V 引擎在用的。013后3码，013是24V 在用了。那现在001这一颗很容易买得到，
我说全新的还是不容易买，因为全新的现在目前一颗要13000以上啊，全新的。013的话呢，那麻烦了。013的话，绝对因为它物以稀为贵，它绝对高过12000、13000，那买又买不到，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很困扰。013的话，如果说油压很正常，不漏油，从这里尾管透气管不漏油的话，一颗也要差不多在5000到6000哈。如果外汇的二手货良品的话，那013的话就麻烦了，013一颗要8000以上哈。那全新的就无价了，全新的如果以大哥猜测应该在2万吧。那今天很不幸的，我们这个油压调整器卡死了，那卡死了，我们就必须要更换，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。那等大哥把这颗把这颗换成我们刚刚看到这颗013这一颗以后，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的流量测试，看它分油盘堵塞的状况。大哥已经把原车附过来的这个油压调整器已经把它拆下来了，那换上我们刚刚在做比较的那颗013的油压调整器已经把它换上去了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如果引擎发动汽油泵补一供电，它这里应该要1分钟要流回差不多2公升左右的。那刚刚我们用这颗的时候，原车附过来这颗它是不出油的。那我们现在大哥来供电看看。好，引擎发动，我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量很大的。再一次，好，所以说肯定是这颗故障了这个如果要买到新的，全台湾可能个位数吧，可能还找不到全新的。那全新的找到了，可能要15000、2万块了。这个后面是013的 ，OK。那现在大哥把这个把它接上去，大哥把这个油管接上去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出油的状况。OK， 好，大哥已经把它锁上去了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系统压力上油是压力在7.5，那大哥说013的应该是6.6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压力是多少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我大概在7.7公升6.9、6.94，它稳定下来应该在6点多 ，OK， 这很正常，6.90，没错那再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引擎发动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应该加油？是不是应该出油？好，加油！看到没有？出油了，加油！出油了接着我们就来看它的来检测它的堵塞状况，它的出油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OK， 好，大哥现在打开电源，我们看到没有出油，而且压力很大。我们看到这压力已经到7.5几了，我们看到没出油，加油，没出油。看这个地方，如果引擎发动汽油泵补一供电，它这里应该要1分钟要流回差不多2公升左右的。那刚刚我们用这颗的时候，原车附过来这颗它是不出油的。那我们现在大哥来供电看看。好，引擎发动，我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量很大的。好，加油！我看到没有？出油了，加油！出油了。